美财政部宣布，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将于15号开始，一连2天在上海举行，主要讨论经济和金融稳定议题。此次会议被视为中美双方保持沟通、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重要一步。出席此次会议的官员包括了中美两国央行和监管机构。中美重点讨论金融稳定，也被市场解读为积极信号。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称，中美将于15至16号在中国上海举行的金融工作组会议，重点讨论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和资本市场问题等议题。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助理部长尼曼将与中方官员共同主持会议。尼曼透露，此次会议计划讨论金融稳定问题与跨境数据、贷款和支付相关的议题，还会探讨在出现金融压力时可以采取的改善沟通的具体措施。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财政部、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其中有财政部副部长之一的梁内利，他在之前供职美联储时是金融稳定方面的专家。梁内利也曾出席中美首次金融工作组会议，该工作组是为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在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指导下建立的两国金融交流机制。会议轮流在中国与美国召开，直接向部长级官员汇报工作。本次上海会议也是中美金融工作组的第5次会议。今年4月，中美金融工作组第4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财长奈曼共同主持。中方出席的部门包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专业领域而言，在经贸、金融、财政等等各方面，两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合作的空间，也存在着合作的必要性。因为中美两国现在作为世界第1、第2大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的这种宏观经济的稳定，全球经济能否实现复苏，或者尤其是强劲的增长，其实都是负有很大的这种责任。同时呢，也是对于两国之间如果能够进行比较好的宏观政策的协调，那么也是有助于全球从这个经济复苏中尽快的能够实现这种增长。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央行货币互换安排是此次会议聚焦的重点议题。目前，美元占全球交易量的87.62%，全球外汇储备的59.58%。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进行过3次较大规模货币互换，但美联储的货币互换也是一种小圈子，明确排除人民币。在历次货币互换中，美联储都倾向于选择与其经济、贸易、金融、军事关系密切的发达国家建立货币互换协议。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仅有巴西和墨西哥能有机会与美国建立货币互换协议。而人民币货币互换影响力逐步提升，中国人民银行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已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有效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去年人民币的海外使用大幅增长，国际化指数同比增长了22.9%，已超过日元和英镑，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美国财政部一位发言人表示，本次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不打算在中美之间讨论任何货币互换协议，但也有分析认为，中美之间讨论中国央行货币互换议题，也反映出美方正正视人民币影响力提升的现实。两国之间呢，至少还是能够通过这种金融的对话，展现出双方还是有追求合作、寻求谅解。促进共同利益的这个一面的，而且那么通过这种机制的实现，也确实是能够释放出一定政策信号，也就是让中美两国内部，包括全世界都看到，中美之间还是愿意合作的，而且这种合作是在不断的推进，有可能带来积极的后果。那么这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包括对全世界的这个恢复的信心，包括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预期，也都是有促进作用的。中美金融工作组讨论的议题还包括宏观经济、金融稳定。7月，美国非农数据意外下滑，引发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使得近期全球市场出现大幅下跌。市场也越来越关注美联储行动。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近日发布的报告，7月份美国3年期通胀预期跌至历史新低，不过1年期和5年期通胀预期均持稳。美国消费者越来越相信，未来几年通胀将不再是个大问题，这巩固了美联储将在9月开始降息的预期。出于对美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美元指数出现回落，人民币则逆势上涨。一般而言，人民币升值会令更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利好股市和债市。但是出口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出口企业价格竞争力下降。美国对电动汽车、电池、电脑芯片以及医疗产品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高额
关税，原定于8月1号生效的部分举措延迟了至少2周，实际生效后对中国外贸必然带来压力。美国现在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在9月份能够有所降息，尤其是在未来的通胀能够得到控制的这么一个前景之下。那么我们看到的话，现在中美之间，假如说能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有助于美国控制通胀，这点应该说是美国团队现在是最孜孜以求的一个所以核心关注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有这个积极性的，也是有这个合作的这种热情的。值得一提的是，共同打击芬太尼也是此次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的议程之一。实际上，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首次高官会议也在近期于美国举行，中美跨部门联合禁毒代表团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就物质列管、案件合作、技术交流、多边合作、网络广告信息清理等领域通报了最新进展，交流了各自关切，交换了意见建议，明确了合作方向。近日，中国宣布将开始对3种用于制造芬太尼的重要前体化学品实施列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6号发表声明，积极评价中方举措。声明称，这是美中2023年11月宣布开展双边禁毒合作以来，中方采取的第3次重大列管行动，并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可贵一步。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发展双边合作问题，就中东局势的问题交换意见。阿巴斯与普京的关系颇为亲密，这是他第21次访问俄罗斯。央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合作发展和中东局势。普京表示，解决巴以问题需要彻底落实联合国的全部相关决议，包括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应俄方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抵达莫斯科，俄外交部副部长兼俄总统中东和非洲国家事务特别代表米哈伊尔·博格丹诺夫在飞机舷梯旁迎接。阿巴斯此前透露，此访中他将就推进和平进程、加强巴俄各领域双边关系等同普京交换意见，就有关重要问题协调立场。他表示，俄方在全球政治以及中东地区等具有重要影响力，巴方高度评价俄方在国际斡旋努力和联合国安理会中发挥的作用，支持基于国际法谋求和平的立场，以及俄方为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对话、协调巴勒斯坦各派立场所做出的贡献。访俄期间，除了与普京会面外，阿巴斯还计划向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并与驻俄罗斯的阿拉伯国家大使举行会晤。那么现阶段的话，俄罗斯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主要还是聚焦在一个政治方面。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么在联合国平台，对于希望通过一些有利于巴勒斯坦方面的相关决议，以及帮助巴勒斯坦获得更多的国际能见度和话语权，俄罗斯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也知道俄罗斯非常的关注，也积极的介入了巴勒斯坦内部的一个和解进程。那么在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方面，俄罗斯同样也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阿巴斯与普京的关系颇为密切，这也是他第21次访俄之行。阿巴斯在担任巴解组织领导人之后，频繁对俄罗斯展开访问。刚刚接触，普京就把会面地点选择在旅游胜地索契的总统官邸。据了解，普京在这里只接待为数不多的外国领导人，体现了普京对阿巴斯的尊重，这也是双边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此后，普京一直与阿巴斯通过会面以及电话的方式就巴以问题展开会谈。然而，阿巴斯在2021年后就没有再访问俄罗斯，原本预计在去年11月实现访俄，但因为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访问被迫推后。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的领导人。相比更加激进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法塔赫一直以来希望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巴以问题，但随着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巴勒斯坦内部不同派别也在克服分歧。今年1月，哈马斯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这是自去年10月巴以冲突升级以来的第2次。到了2月，巴勒斯坦各派别就在俄罗斯的邀请下，在俄罗斯举行会谈。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哈马斯政治局官员都参加了会议。7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见证下，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这次阿巴斯访俄也是巴勒斯坦各派大和解之后首次。当地时间8月12号，特斯拉 CEO 马斯克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对谈。特朗普也在直播开始不久再次谈到了他此前遇刺，并表示将于10月重返遇刺地点竞选造势。不过尴尬的是，这场预先演练过多次的线上访谈，却因为所谓的网络攻击，比原定时间晚了
50多分钟。I knew immediately that it was a bullet. I knew immediately that it was at the ear. Yeah. And because it hit very hard, but hit the ear. And I also heard people shout, "Bullets, bullets!" Get down, because I moved down pretty nicely, pretty quickly, and we had bullets flying right over my head after I went down. So I'm glad I went down. The bigger miracle was that I was looking in the exact direction of the shooter, and so it hit me at an angle that was far less destructive than any other angle. So that was the miracle. 似乎是为了安抚听众长久的等待，在这场直播开始没多久，特斯拉 CEO 马斯克便在简单的寒暄后说，建议从刺杀行动开始聊。特朗普并未回避该话题，除了大谈遇刺当下的细节和内心感受，还表示自己的应对细节是难以置信的奇迹。不过尴尬的是，亿万富豪马斯克与特朗普的这场电话专访，原本预计于美东时间12号晚8点通过 X 平台直播，却遇到不小的麻烦。当天的直播在延时20多分钟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直播似乎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预计推迟到8点半才能进行。然而，直到50分钟后，这场直播才正式开始。事实上，这次事故并非首次发生。去年5月，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 X 平台上直播总统竞选发布会，但期间遇到了多次技术故障，被美国网友群嘲。当时与马斯克关系并不好的特朗普还抨击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正是为了修复两人的关系，马斯克为了这次直播已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前期还进行了多次预演，但依然未能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拜登当选总统后，马斯克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后，马斯克更是公开支持特朗普。虽然马斯克公开辟谣，表示传闻的每月向特朗普阵营捐款4500万美元是假新闻，但仍表示将建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来支持特朗普竞选。在2个多小时的对话中，特朗普就美国通货膨胀、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议题发表意见。账号上显示，实时在线的人数一度高达19.4万人。然而，特朗普在谈话中好几处听起来像是口齿不清。Both sides hate him, both sides. As we're doing this, I'm seeing reports coming that they expect an attack tonight or tomorrow. 曾帮助指导过英国前首相苏纳克的演讲教练格雷厄姆·戴维斯称，特朗普在与马斯克聊天时过于放松，所以导致不时口齿不清，而这也会成为特朗普在接下来的公开露面中大家关注的重点。不过，口齿不清也不影响特朗普炮轰竞争对手，他就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向副总统哈里斯发难。Kamala was the border czar. Now she's denying it. Everything that I do, she's saying she was strong on the border. We're going to be strong. Well, she doesn't have to say it. She could close it up right now. They could do things right now. It's horrible. 特朗普还称赞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并公开了最后一次与普京谈话的内容，称他与普京的关系很好，自己在任时俄乌根本不可能打起来。Biden did something with Russia. There was no chance of him ever going in. And when I left, and then after I left, they started forming big armies on the border with Ukraine, right? And I looked at that. Then Biden started saying such stupid things. For instance, he said that it can be a NATO country. 此外，特朗普还称，他此前看过不少子弹头列车的运行，美国连接近他的类似列车都没有，这是不合理的。马斯克则在回应里谈起了中国高铁。And I've seen the systems and how they work, and the bullet trains, they call them, I guess. And they go unbelievably fast, unbelievably comfortable, with no problems. And we don't have anything like that in this country, not even close. China's got incredible high-speed rail between its cities, but I think it's actually possible with tunnels if with deregulation. 不过，让外界最为大跌眼镜的是，作为电动车品牌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在对话中竟罕见地支持特朗普支持发展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观点。事实上，特朗普曾毫不掩饰对电动汽车的蔑视，声称电动汽车不起作用将使其他国家受益，同时伤害美国汽车工人。上个月，特朗普在参加竞选时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立即废除拜登的气候法案，增加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并撤销旨在加速向电动汽车过渡的法规。
此外，马斯克还将这场直播变成了求职现场，他自荐在未来的特朗普政府中发挥作用，帮助控制政府开支。I mean,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o just have a 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ssion that takes a look at these things and just ensures that the taxpayer money, the taxpayers' hard-earned money, is spent in a good way. And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on such a commission. I'd love if it it were formed. Well, you're the greatest cutter. 2021年，美国国会山暴乱后，特朗普被推特平台封杀，马斯克收购推特并更名为 X 之后，还做出了对特朗普解封的决定。但特朗普一直拒绝重返这一平台，而是选择在他自己创办的一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如今，特朗普重返该平台，并与马斯克大谈特谈。有观察指出，因现任副总统哈里斯目前势头迅猛，民调显示特朗普已不占长久保持的领先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阵营需要一个强大的媒体及金主为其站台。好，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上午宣布，决定不参加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这也意味着岸田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卸任日本首相职务。据 CCTV 国际时讯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半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岸田宣布，日本自民党将于今年秋季进行革新改变，他本人将不再参选自民党总裁一职。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这意味着在选出新自民党总裁后，岸田文雄将辞任首相。据悉，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9月进行。在后叶切时代吧，这个日本经济也没有多大起色，在这个西方发达国家里面，它老是跌。所以说经济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直接的食物，那么老百姓自然就不支持他了。就是说，一个是自民党内的黑金政治，二呢就是说他这个经济搞得也不太好，所以导致了这个自民党的还有就是说老百姓都不太支持他。据新华社援引日本每日新闻民调结果显示，70%的日本民众不希望岸田文雄连任日本首相，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则低至21%，连续13个月处于30%以下。这在日本政坛被视为应考虑更换领导人的危险水域。最新民调数据再次反映日本社会对后岸田时代的期待。自2021年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以来，岸田在处理丑闻、增税、助力选举等各方面都表现不佳，其政绩无法和任期数一样圆满。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临近，无论在日本民众中还是执政党内部，岸田都遭遇巨大阻力，正在沦为各方弃子。此前拜登退选时，日本媒体曾公开喊话：拜登都退选了，岸田也快点勇退吧。日本前首相菅义伟6月公开指责岸田没有承担责任，让越来越多的人有危机感。如果事情继续下去，可能导致政权交替。菅义伟还称，新的领导人应该在9月总裁选举中产生。日本媒体均称，这一声明可以被理解为事实上要求岸田辞职。所以他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以这种体面的善放的方式退位的话，对他自己本能来说还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吧。就说如果这个时候辞职的话，他可以指定他自己的接班人，你比如指定一个他的心腹叫林芳正，因为林芳正和他是最亲最近的一种关系，是他的心腹中的心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将辞职，其实不意外。首先就是他的民调很低，最近几个月的民调，岸田内阁的支持率都在20%徘徊，多次跌破20%。在日本政坛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支持率低于30%就进入了危险区，若跌破20%，则被视为下台的倒计时。其次呢是自民党党内的压力。那虽然自民党目前是执政党，但明年即将举行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要继续保持执政地位，就需要受欢迎的党内人士来带领。这方面，岸田远不如石破茂等党内潜在对手。而辞职的根本原因则是，虽然岸田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但却收益甚微，无法缓解日本经济困境。在他的任内，日元一度跌破了160日元兑1美元，日本也失去了第3大经济体的位置。当然，这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谁来接任都很难处理。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隔79年，临近日本投降纪念日之际，
原侵华日军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首次重返中国，到侵华日军731部队就职，指认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并向受害者表示真诚道歉和忏悔。当地时间12号，清水英男从日本大阪乘机出发，前往中国哈尔滨。这位曾经的侵华日军少年兵将重返那个让他背负一生沉重记忆的原点。日本の国では犠牲になった人も謝って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だから、私個人としてはそういった犠牲になった方に冥福をお祈り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私たちが引き上げるときにテスト金を持ったネズミを解放したっていうんだけれども、その後ハルピンの町の人たちにどういう被害をしていたか、それとマルタっていう、ね、解剖されてしまった人たちの冥福を祈っていきたいと、それが私が考えていること。傍晚，清水英男抵达哈尔滨。对于94岁的清水英男来说，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谢罪忏悔的机会。这次陪同清水英男的还有一个特殊的访问团，20多名团员大多是日本医学界的相关人士。13号上午，清水英男一行来到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先后到卫兵所旧址、本部大楼旧址、细菌实验室遗址、特设监狱遗址、冻伤实验室旧址等地指认，随后来到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深深鞠躬忏悔谢罪。本部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731部队被称为恶魔部队，是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细菌战、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的大本营。731部队遗址群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细菌战遗址群。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2015年建成，保存并展示了大量日军侵华的档案、遗物和物证，包括馆长金成民等中国专家20余年跨国调查获取的罪证，